从去年开始，日本东京的大久保公园变成了性工作者的聚集地，每个月平均有超过40人因为涉嫌违反性交易而被逮捕。日本明明有合法的性产业，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要去当援交个体户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日本的援交产业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去年9月，日本官方公布了一个报告，发现日本的梅毒感染者数量创下了新高，已经有超过1万人感染。其中女性感染者的增加幅度最大，是10年前的40倍，而且这些感染者的年龄层呢，大多集中在20到40岁之间。消息一公布就在网络上面引发了广泛的讨论。虽然专家没有公布原因，但有很多日本的网友认为这可能跟最近越来越蓬勃发展的援交产业脱不了关系。可是日本不是有合法的性产业吗？为什么还要冒险做援交？日本的援交产业会越来越蓬勃发展的原因是什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讨论看看吧。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行到工商服务时间。志奇，你听过这首歌吗？没有这是什么？听说这是前阵子抖音很流行的歌，连小朋友都会跳。哇，我现在的小孩流行我跟不太上，而且我觉得很多的小孩他们会不会看短影音，还有这个玩手机的时间都比大人还要多啊？有点担心会不会有手机成瘾。对啊，那怎么办？你需要的是盲狗狗数位教养组。全新绘本为什么不能玩手机？让爸妈透过生动的故事教导小朋友，一直玩手机有什么不好，建立使用手机的正确观念。另外还有卡牌游戏，今天玩什么？里面呢有超多有趣的任务小卡，像是碰指尖、猜味道、飘飘挑战等等，简单又好玩。对于忙碌的爸妈来说，难免会用3C 让自己偶尔能够喘口气，但建立起健康的3C 观念，提高陪伴孩子的品质，就能够避免3C 成瘾的风险。心动的话，赶快点击资讯的连结，了解更多吧。要来讨论日本的援交产业，我们要先来认识一下什么是援交。援交呢是日语援助交际的简称根据日本外务省网站上面的资料，援交是一个由日本媒体创造的词汇，描述青少年，特别是女学生接受成年男性金钱或是物质报酬而提供约会服务，有的时候也会包含性交易。换句话说，广义的援交不一定有包含性服务，可能只是单纯的提供约会陪聊等等排解寂寞的陪伴服务。那为了区分，也有人呢会把这种由年轻的女性提供给年长男性，不以发生肉体关系为前提的援交，称作是爸爸活。根据日本媒体对于援交从业者的访查援交从业者最多的族群呢是年轻甚至是未成年的学生，再来呢是已婚妇女，最后才是一般的兼差工作者。另外还有以同志族群为客群的少年援交，或者从业者比买方年纪还要大的逆援交。可是日本的性产业不是合法的吗？为什么还要有援交产业呢？其实日本合法的性产业呢是严格禁止性器插入的，合法经营的店家整个提供像是口交打手枪等等类似性交或是挑起性欲的行为，如果超越这条线不管是买方还是卖方都会触犯法律。如果这都违法，那为什么网络上面却有很多人分享去日本体验泡泡浴跟服务人员发生性行为呢？有人解释这种情况呢，通常是客人跟服务人员私下讲好价钱，再用一见钟情两情相悦的名义来规避。但以店家的立场来说，为了能够长期经营，避免被检举，他们通常还是会尽可能的避免这种灰色交易。再来，这种不一定能够本番的合法交易，其实也不便宜。合法店家呢，一次基本消费就2万起跳，然后贵的呢还会到8万日币以上，大约是台币4000到1.6万左右。但一次真枪实弹的援交呢，最便宜只要1.5到2万日币，大概是台币3到4千元。对于有需求人来说，比较便宜又能够保证本番的援交，就成为了相对经济实惠的选项。那到刚刚为止呢，我们讨论的都是买家的需求。那我们也好奇对于从业人员来说，明明就有合法的路径可以选为什么要选择去做非法的援交呢？这可能跟4个因素有关首先是经济。近几年日本呢以出口为导向的货币政策让日币不断贬值，对日本人来说钱越来越薄，而消费的负担也就越来越重。很多人在正职工作之外呢，就开始考虑要兼差赚钱。那相较于去合法的店家要被抽成缴税，还要配合宣传定期排班，自己经营援交事业不止隐秘性高，也可以拿到比较多钱。再来是疫情的关系很多原先在合法店家当中的从业者没有办法正常营业，就只能够从事比较难被追踪的援交工作来维持生计。然后第3个原因可能是日本日渐兴盛的牛郎产业。
很多人做援交跟牛郎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根据统计今年因为非法性交易被逮捕了140名女子当中呢，其中就有40%是为了支付牛郎店的欠款或是玩乐的费用。这是因为近年来呢，日本的牛郎店除了满足女顾客需要的恋爱感，还会像经营地下偶像一样定期的举办活动，设定专属的生日会，想办法让顾客不断的掏钱。而且牛郎店呢，不只可以赊账，也大多没有严格的管理入场年龄。有很多判断力不足的未成年人受到牛郎的哄骗，不知不觉欠下了大笔债务。去年日本就有高中生在牛郎店欠下了数百万元的日币。而这些未成年人呢，为了不让家人发现，又没有办法做正当工作，快速的赚到钱，只好被迫下海非法援交。最后，也有人认为越来越多的女性从事援交，可能跟日本的社会制度常年对于女性不友善有关。首先是男女薪资差异大。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调查，日本女性的薪资平均大约呢比男性少了20%。所以当社会不景气，女性受到冲击就会比男性大很多，更有兼差赚钱的压力。再来呢，日本的纳税制度规定夫妻其中一方必须收入在100万日币以下才能够享有免税额度。同时，传统的观念认为，如果在婚后女方继续工作，就代表男方无能。在税制还有社会压力的交互作用之下呢，很多的日本女性在结婚之后，大多都会放弃职涯发展。那一旦生活遭遇到变故，已婚女性一方面呢急需用钱，一方面又不能够让其他人知道自己在工作，就会倾向投入隐秘性高的援交产业当中。总结来说，可能是因为经济的压力疫情影响，牛郎兴盛，再加上社会结构的相互影响之下，导致最近加入援交产业的人越来越多。那随着援交产业蓬勃发展，日本社会也面临到2大问题。首先是治安的疑虑，以东京的援交热点大久保公园为例子只要过了晚上8点，就会有超过40位的性工作者聚集拉客。除了会有非法性交易的问题呢，也容易吸引到情色诈骗毒品等等的灰色产业，形成治安的死角。此外呢，因为过程当中没有合法的店家或者经纪人提供安全的保障，从业人员呢也容易在交易过程当中遭遇到危险。再来是传染病的问题。合法的情色产业呢，通常会要求从业者定期的检查传染病，也会主动提供保险套，预防这个性病传播。但援交从业者呢，大多是个体户，不只缺乏了强制力，有些人也会因为面子问题，或是没有卫教的尝试，通常会等到病况很严重了才会就医。根据日本媒体统计呢，平均每位的从业者一天会进行2到3次的交易。那如果他们感染的又是梅毒艾滋等等潜伏期比较长的性传染病，可能在就医前呢就已经大量的传播。去年日本感染梅毒的人数创新高，如果再算上黑数，可能有高达4万例。很多人就认为呢，这就是援交产业蓬勃发展带来的副作用。那既然援交产业有这么多的问题，日本政府有哪些对策呢？为了遏制援交产业继续发展日本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警力，加强临检跟巡逻的力道。今年4月，光是大久保公园周边就有62间的旅馆被临检，就算呢只是在路边等朋友滑手机，也会被警察盘查。那如果警察发现路人有因为性交易而被逮捕的记录，就会强制驱离或者是拘捕。同时呢，日本政府也跟新宿周边的牛郎店达成协议，强力的禁止20岁以下的消费者进入，也不准他们提供赊账服务。希望可以减少未成年人过度消费，被迫要投入援交产业还债的问题。那在日本政府的努力之下呢，今年的3到5月，日本的性交易比例确实有下降。但6月开始呢，非法性交易又故态复萌，很多从业者呢已经可以辨识出谁是警察，或是干脆呢只接外国客来躲避查缉。所以有很多人就批评政府的做法治标不治本，难怪会没有用。很多人认为呢，援交的从业者主要就是因为经济压力才会去从事援交。那如果日币继续的贬值，社会没有提供适合女性就业的环境，只靠警察取缔是没有办法从根本解决问题的，反而会逼得已经在社会边缘的从业者地下化，造成更大的社会问题。另外呢，也有人提到未成年人会需要大笔的金钱，比较不是经济压力，可能是感到孤独或者受到网络上面大量的物质诱惑的影响。他们建议，如果可以设法让未成年人从精神层面去改善社会的疏离感，或许可以有效的减少援交现象。最后，也有人认为援交产业的蓬勃发展跟日本的社会气氛也有关系。在日本的热门论坛 2CH 上面呢，常常有不少人会分享自己的援交经验，比如第一次应该要怎么样谈价钱，哪里人比较漂亮，甚至呢还会 po 照片炫耀战绩。他们认为只要在街上走一走，就能够轻松的获得一夜激情，何乐而不为？所以也有很多的专家认为日本政府应该要从教育着手，培养未成年人正确观念，不要轻易的把自己的身体当作商品，也不要觉得用钱就可以轻易的买到感情肉体关系等等。
甚至联合国还建议日本政府应该要直接立法禁止未成年人提供陪同散步或是约会这类听起来还没有那么严重的服务，比较呢可以预防有这类倾向的少男少女越走越偏。在进入观点以前呢，我们先特别感谢这期系的所有会员因为有了大家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运作这个频道，制作这种铁定黄标的议题，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大家。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频道主页的加入按钮成为我们会员，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好的，那话说回来，原本我们看到日本的援交产业在蓬勃发展，会直觉的想说，大概就是疫情之后呢，这个日本经济衰退带来的问题。然后也很好奇，既然是经济压力，干嘛不选择相对比较有保障的合法性产业呢？在深入了解之后才发现，很多人并不是自愿从事非法性交易，而是除了经济压力之外，还有社会制度社会氛围、家庭失去功能等等因素，让他们不得不走上这条路。那当然我们也了解有很多人会认为性就是人类本能，应该要把性交易合法摊在阳光下面，才有办法去管理并解决性交易带来的社会问题。但我们认为呢，就算是性交易合法，可能还是没有办法处理到女性被迫从事性产业以及未成年援交的议题。如同专家说的，因为社会制度不友善女性的薪资从业选择非常的有限，容易受到经济冲击，而未成年人援交呢，也可能是这个家庭功能不彰、同财怂恿等等的因素影响。所以除了讨论性交易要不要合法化，可能也需要整个社会去建立更性别友善制度、更完善的社会安全网，才比较有办法去接住那些被社会边缘化的人们。那当然我们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因为时间跟篇幅的关系，也只能够选择几个比较大的面向来讨论日本援交的现象。但如果想要更了解这个议题除了可以看看资讯栏的参考资料，也可以去找相关的书籍跟电影来看。那如果你就是这个产业的专家，也很欢迎在底下留言跟大家一起讨论你的看法好的，那到这边呢，我们也想来问大家如果你就是那个为了牛郎欠下大笔债务的女学生，你会怎么样处理这个问题呢？跟爸妈讲虽然一定会被骂，但我相信他们可以帮我。B 可能会去找一些非法打工，想办法自己还掉债务。自己考虑去跟牛郎店协商看看能不能够等我成年有工作能力的再还。对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日本援交产业。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台湾性专区以及恋童癖的讨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Regardez la diffusion des Jeux Olympiques de Chungwa. Oui， 先使申办行动精彩5G HiNet 光时代指定方案，最高享哈密 Video 电视馆首年免费，精彩奥运大开眼界。